这个就是底面，这是脖子的圆柱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中线，这个是鼻底，这个是嘴巴。然后从颧骨这个位置，颧骨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个块，这些线条只要是汇聚到这里就够了。这个是颧弓，这个体块呢就是这么来的，就这样从模特的头部提炼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再来概括一下它的头部整个体块啊。先从它这个剪影形入手，然后再切分它的正面和侧面。这个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感觉比较简单，比较轻松，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，那么这些线是怎么来的？是从哪里概括出来的？是哪个部位、哪个结构？省略了哪些结构，提炼了哪些结构，把它变成了这样的体块呢？包括大家自己在画的时候，在正确的掌握它体块之前，再去看这些人物的时候，也可能会出现相同的问题，就是感觉看来看去不知道怎么去概括这条线，如何去界定啊？是画到这里，还是画到这里，还是画到这里？这一点不清楚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。来看一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是一样的。换一支笔，我们在这张图上面啊去找一下它的边缘线，这个是比较好找的。这里是一个转折点，这里呢是颧骨，这里是眉弓转角。那么相对的另一侧的眉弓转角呢就在这儿，另一侧的颧骨呢在这儿，把它们连起来，顺着往上找，这是颞线，颞线到后边，这就是顶面和侧面的分界。然后继续再往前，然后这个位置是这个犬突，连接到犬突，再连接到下颌结节，两个下颌结节呢相连，这个就得到了下颌的前面。这里是下颌角，从颧骨到下颌角，这个就是侧面和半侧面的分界。这个就是底面，这是脖子的圆柱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中线，这个是鼻底，这个是嘴巴。然后从颧骨这个位置，颧骨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个块，这些线条只要是汇聚到这里就够了。这个是颧弓，这个体块呢就是这么来的，就这样从模特的头部提炼出来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趁热打铁，再来分析一下下面这个。它颧骨在这儿，它的眉弓转角在这儿，另一侧颧骨在这儿啊，也注意这个左右对称点啊，它们的透视关系。这个鼻底也是，嘴角呢也是，但是另一侧都是看不太清楚的，比较被挡住的。我们看一下下颌结节，好，我们把它连起来，就得到了整个头部的正面，这就是侧面和半侧面。这个对应的是耳屏的位置，可以借助颧弓确定耳朵这个位置。底面，这里是额结节，两个额结节之间是额头的正面。这是颈部，我们再找一下它的中线。大家注意这条中线和刚才画那条中线有什么区别？这条线呢有了这个面部的起伏变化，这条呢只是随着体块找的中线。这个判断方向，这个判断具体的造型的起伏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张图上面来，我们继续在这个里边去深入啊，我们再去具体的找一下，这个是侧面和正面，这个是眉弓转角，这里是另一侧的眉弓转角，然后这里是颧骨，这是这一侧颧骨，注意它们的空间关系。下颌角、颧弓，通过颧弓呢判断耳屏的位置，然后大概确定耳朵的形状。这个是下颌的下边缘，是下巴的底面。这个是中线。它这个颈部有一个上宽下窄的一个特征。这个体块呢就越来越接近这个模特了。